一起来看精彩短剧《姐弟风华》。巴林厂花是个绝世狠人。故事解说：6月13日是周婷婷落水的日子，也是沈玉兰上辈子命运崩塌的转折点。沈玉兰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满心都是刻骨的恨意。前世，陈志文的小青梅周婷婷意外怀孕，为了给腹中孩子找一个合法名分，精心设局诬陷沈玉兰的弟弟沈卫东对自己耍流氓。在众人的偏见逼迫与恶意揣测下，清白无辜的沈卫东百口莫辩，最终被逼得走投无路，含冤离世。沈玉兰清晰记得前世的绝望场景，她跪地哀求，却换不来半分怜悯。周遭人人唾骂她是丧门星，克死双亲，如今又克死了亲弟弟。父母早逝，唯一的弟弟惨死，沈玉兰前世孤身一人，被无尽的痛苦与恨意裹挟。她痛恨自己没能早点看穿阴谋护住弟弟，更痛恨虚伪歹毒的陈志文。前世的陈志文执意将这件事闹到派出所，死死咬住沈卫东不放，只为保全自己的名声和前途。沈玉兰心里清楚，陈志文暗藏龌龊心思，他怕周婷婷的丑闻败露牵连自己，更怕日后沈玉兰知晓真相告发他，所以狠心赶尽杀绝，想要夺走他的性命。带着滔天恨意重生归来，沈玉兰立下执念，这一世他誓死护住沈卫东，绝不让弟弟沾染分毫和周婷婷有关的纠葛，彻底斩断前世的悲剧。重生当天，沈卫东敏锐察觉到姐姐状态异常，满脸担忧地上前询问，追问是谁欺负了他，满心都是真切的关切。看着懵懂单纯、不知大祸将至的弟弟，沈玉兰压下翻涌的恨意，郑重对他立下规矩。沈玉兰严肃叮嘱沈卫东，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哪怕天塌下来，他都绝对不能下水，不能救人。沈卫东听得一头雾水，看着风平浪静的水面，完全不理解姐姐的反常叮嘱。沈玉兰没有多余解释，再次强硬告诫，只要沈卫东敢沾一滴水，他就立刻跳进水池。见姐姐态度决绝，沈卫东不敢违抗，乖乖答应全程不下水，一切听从姐姐安排。姐弟二人话音刚落，不远处就传来急促的落水呼救声。沈卫东闻声瞬间慌了神，人命关天的念头涌上心头，当即就要冲过去施救。沈玉兰立刻死死拦住他，坚决不许他上前。沈卫东又急又气，无法理解姐姐的冷漠，直言不能眼睁睁看着旁人丧命。沈玉兰神色平静，冷静告知他，自有旁人出手救人，轮不到他冒险。沈卫东满心焦灼，猜测姐姐是打算让马三炮救人，随即连连摇头劝阻。他清楚马三炮不靠谱，连基础的游泳都不会，贸然救人只会白白送命。就在沈卫东焦急不已时，沈玉兰心中已然敲定复仇计策。他主动叫住一旁看热闹的马三炮，开门见山询问他想不想要媳妇。突如其来的问题让马三炮错愕不已，只当沈玉兰是拿自己开玩笑，自嘲身份普通，根本娶不到厂里的姑娘。沈玉兰态度真诚，提起过往恩情。当年马三炮的父亲在矿井塌方事故中拼死救出了他的父亲，这份救命之恩他一直铭记于心，如今便借机报答，给马三炮指一条出路。马三炮瞬间领会其意，明白沈玉兰是让自己去救落水的周婷婷。沈玉兰细细叮嘱他，救人之后立刻将周婷婷藏到水塔后方，隐蔽身形等候指令，等他喊话再现身。他早已算好后续局势，告知马三炮，只要是他救了周婷婷，两人近距离接触过后，按照当下的世俗规矩，周婷婷清白受损，只能嫁给他。他还承诺事后会亲自出面，将这门婚事闹得全场皆知，彻底敲定。马三炮深谙富贵险中求，当即满口答应，兴冲冲地前去救人。一旁的沈卫东满心不解，连忙劝阻，直言马三炮行事粗莽，这般操作会彻底毁掉周婷婷的名声。沈玉兰淡然告知弟弟，这是周婷婷注定的结局。他郑重告诫沈卫东，今日若不是马三炮出手下水救人，被诬陷耍流氓的人一定会是他。说完，他催促马三炮抓紧行动，救人后立刻隐蔽，避免被赶来的众人撞见。很快，大批工人闻讯赶来，围在蓄水池边四处寻找落水的周婷婷。陈志文也匆匆到场，目光第一时间锁定沈玉兰姐弟，笃定热心肠的沈卫东定然出手救人，当众询问众人是不是沈卫东救了周婷婷，还假意让沈卫东不必腼腆承认。看着陈志文熟练栽赃，假意温和的嘴脸，沈玉兰满心厌恶，立刻开口反驳。他直言自己和弟弟全程都在原地看守机器，从未见过落水的周婷婷，随即反将一军，质问陈志文为何如此笃定救人者是沈卫东，莫非是亲眼目睹了全过程。陈志文瞬间语塞，连忙假意解释，只是太过担心周婷婷才随口猜测，又故作关切叮嘱姐弟二人务必注意安全。此时被马三炮救上岸的周婷婷缓缓苏醒，一睁眼就开始颠倒黑白。她对着围观众人痛哭流涕，一口咬定是沈卫东下水救她时，趁机对他动手动脚，
轻薄占便宜，装作清白尽毁、痛不欲生的模样。无辜的沈卫东瞬间被污蔑，又惊又怒，大声辩解自己从未下水，更没有触碰过周婷婷分毫。可围观群众先入为主，根本不信他的辩解，纷纷出言指责。众人感慨往日口碑极好的沈卫东，竟是趁人之危的卑劣小人，痛斥他欺负弱女子，丢尽了沈家祖辈的脸面。周婷婷见状哭得更加凄惨，哭诉自己被沈卫东摸遍全身，清白尽毁，对方却拒不认账，自己无言立足，不如一死了之。众人看着他绝望的模样，愈发笃定是沈卫东作恶，纷纷围堵指责，逼他认错担责。沈卫东百口莫辩，只能反复强调自己一直跟随姐姐，从未离开原地。陈志文顺势下场施压，故作公允地表示，周婷婷身为厂里姑娘，绝不会拿自己的终身名声开玩笑，笃定沈卫东就是作恶之人。周婷婷立刻附和，死死咬住沈卫东的罪名，控诉他仗着立功资历肆意妄为，欺负厂里女同志，毁人清白，还拒不认错。全场舆论一边倒，所有人都逼迫沈卫东认错娶亲，否则就上报保卫科，搅黄他的转正名额，彻底断送他的前程。沈玉兰冷眼旁观这场熟悉的闹剧，心中恨意翻涌。前世陈志文和周婷婷就是靠着这一唱一和的栽赃套路，逼死无辜的沈卫东，害得他家破人亡。这一世他倒要看看两人还能如何演戏。陈志文假意好心劝说沈玉兰，声称沈家向来由他做主，沈卫东年轻愣头青，劝他不要糊涂护短。他刻意拿两家颜面，沈卫东的转正资格威逼利诱，逼迫沈家主动提亲，让沈卫东接盘娶下周婷婷，将丑事包装成喜事。这般拿捏人心、威逼胁迫的手段和前世一模一样。沈玉兰看着虚伪至极的陈志文，满心讽刺与恶心。陈志文还在假意维系关系，声称自己即将和沈玉兰成婚，两家一体，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沈家，为了沈卫东好。单纯的沈卫东满心委屈，质问陈志文明知自己清白，为何要擅自替自己做主，逼迫自己妥协。陈志文依旧不死心，拿街道办领导施压，扬言事情闹大无人能保沈卫东，劝他大事化小，妥协娶亲。沈玉兰冷声打断，直言真相未查清之前，这门婚事绝无可能。陈志文顿时不悦，认为周婷婷不可能拿名声造谣。在场的林主任连忙打圆场，提议先查清事情始末再定责。沈玉兰抓住机会，当众直面周婷婷，再三确认她是否看清作恶者就是沈卫东。周婷婷毫不犹豫笃定认人，沈玉兰立刻抛出核心一点：若是沈卫东在水中轻薄她许久，为何周婷婷浑身湿透，而沈卫东身上没有半点水渍？疑点一出，全场哗然。沈卫东当即展示自己干燥的衣物，佐证自己从未下水。周婷婷慌乱辩解，谎称沈卫东作恶后悄悄换了干爽衣服。沈玉兰精准反驳，厂区人来人往，毫无隐蔽空间，沈卫东全程站在众人视线中，根本没有换衣服的机会。林主任依旧偏袒周婷婷，胡乱揣测沈卫东水性极好，提前预谋作案。沈玉兰严肃反驳，断案必须讲证据、讲道理，不能仅凭主观臆断定罪。可众人依旧偏向哭诉卖惨的周婷婷，认为女子绝不会拿清白名声造谣。沈玉兰淡然点破关键，有的人视名声为性命，有的人却把名声当作攀高枝、跨阶层的敲门砖，不择手段牟利。话音落下，周婷婷立刻拿出一块梅花牌手表，哭诉这是她落水挣扎时从作恶者身上扯下的证物，一口咬定是沈卫东的物品。围观群众纷纷附和，直言这块贵重进口洋表，全场只有沈卫东佩戴。沈卫东急忙辩解，自己戴的是3年的老旧护城牌手表，表带早已磨损，从未见过这块梅花表。可众人先入为主，依旧指责他死不认账。危急关头，沈玉兰冷静指出分辨真伪的关键：沈卫东的手表背面刻有专属生日数字，搭配黑色旧皮带。他当即要求周婷婷翻转手表核验，周婷婷瞬间慌乱，拒不配合，只强硬咬定手表属于沈卫东。林主任继续偏袒周旋，沈玉兰顺势反问：若贵重物品不能定罪，为何众人默认表是沈卫东的？他大胆猜测手表是陈志文所赠，毕竟陈家家境优渥，送洋表轻而易举。陈志文瞬间脸色大变，厉声斥责沈玉兰胡搅蛮缠。眼见局势失控，周婷婷当场哭闹撒泼，扬言自尽，指责沈玉兰步步紧逼，欺人太甚。围观群众纷纷指责沈玉兰不近人情，逼迫受害姑娘。陈志文被彻底激怒，当众抬手狠狠扇了沈玉兰一巴掌。沈卫东见姐姐被打，瞬间暴怒，攥拳就要反击，厉声警告陈志文不准再动手。现场众人连忙拉扯阻拦，避免冲突升级。周婷婷依旧寻死觅活，哭闹不止。陈志文借机发难，扬言若是周婷婷出事，定要让沈玉兰抵命，同时当众宣布和沈玉兰退婚，彻底决裂。面对威胁，
沈玉兰毫无惧色，坦然应允退婚。她早已看清陈志文虚伪自私、动手打女人的孬种本性，直言就算对方倒贴，自己也绝不将就。众人纷纷感慨沈玉兰性子刚烈，不肯低头。陈志文恼羞成怒，当众写下退婚文书，按下手印，放话日后就算沈玉兰跪地哀求，自己也绝不回头，还不耐烦抱怨沈玉兰耽误自己就医处理伤口。沈玉兰当众声明，全场众人皆是见证，谁反悔谁就是卑劣无德之人。说完，他正要带弟弟离开，却立刻拦住对方，淡然表示好戏还没结束，不必着急离场。此时，周婷婷的母亲周婶匆匆赶到，看着哭闹的女儿，当众扬言得不到公道就去场部。接到逐级上访，坚决要为女儿讨回清白。围观群众纷纷附和，力挺周家讨要说法。沈玉兰抓住全场见证的机会，当众向周婶确认，无论谁救起周婷婷，只要下水坏了她的名声，周家就认其为女婿，绝不反悔。周婶毫不犹豫点头应允，直言救命之恩加清白被毁，绝不能儿戏。沈玉兰又转头确认周婷婷的心意，周婷婷为了坐实沈卫东的罪名，毫不犹豫发誓定会对救命恩人以身相许，知恩图报。随后，沈玉兰面向全场工人询问众人是否认同救人毁人清白必须负责娶亲的道理，全场众人一致附和，纷纷认同。得到所有人的口头见证后，沈玉兰朗声呼喊，让藏在水塔后的马三炮立刻出来认领媳妇。马三炮兴冲冲现身，周婷婷见来人是样貌粗鄙、名声普通的马三炮，瞬间满脸嫌弃，厉声呵斥他滚开，不配掺和自己的事。马三炮当即当众澄清，自己才是救下周婷婷的人。他道出细节，周婷婷落水慌乱时死死拽住自己，挣扎间扯掉了他的梅花牌手表。周婷婷全然不信，嘲讽二流子的马三炮不配拥有洋表，认定是沈卫东落败后找人顶罪，伪造证据。马三炮随即说明手表来历，这是他上月救下厂长亲侄子后，厂长亲手颁发的奖励，属于组织嘉奖，绝无虚假，众人可随时向厂长核实。真相雏形浮现，沈玉兰再次逼迫周婷婷兑现誓言，嫁给救命恩人马三炮。周婷婷当场耍赖反悔，马三炮笑着提醒他，水塔后方发生的一切他都清清楚楚，若是执意赖账，他便当众全盘托出。就在场面僵持之际，李厂长匆匆赶到，厉声制止厂区聚众闹事的行为。周婶立刻哭诉告状，谎称是沈卫东救人心切，轻薄女儿，恳求厂长为自家讨公道。李厂长冷静核查救人者身份，马三炮再次复述救人全过程，拿出厂长嘉奖的手表作证。李厂长当场确认手表属实，正式敲定救人者就是马三炮。周婶依旧不死心，狡辩是沈玉兰串通马三炮刻意陷害周婷婷。马三炮随即说出独家隐秘细节，周婷婷监测有一块红色月牙胎记，是他救人慌乱中无意间看到的，绝无外人知晓。此话一出，全场寂静。周婷婷瞬间脸色惨白，厉声怒斥马三炮造谣耍流氓。李厂长察觉事情另有隐情，当即安排妇联王主任带周婷婷私下核验胎记，彻查真相。周婷婷拼死反抗，拒不配合，愈发显得心虚。很快，核查结果出炉，当众震惊全场。其一，周婷婷监测确实存在红色月牙胎记，印证了马三炮的救人事实。其二，周婷婷已经怀有2个月身孕。真相彻底大白，众人瞬间明白，周婷婷是为了掩盖自己未婚先孕的丑闻，蓄意栽赃诬陷沈卫东。真相曝光瞬间，陈志文神色慌乱，满心心虚。沈卫东当即反问陈志文，先前极力逼迫自己接盘娶亲，如今真相败露，为何急于撇清关系？陈志文无言以对，只能厉声制止众人议论。李厂长勃然大怒，痛斥周婷婷品行败坏，蓄意构陷厂区优秀职工，险些毁掉一个年轻人的前途。周家母女欺上瞒下，胆大妄为。周婶慌忙哭诉自己被女儿隐瞒，全然不知情。李厂长当即下令将周婷婷带回家严加看管，书写检讨，同时表态会彻查孩子生父与整场诬陷事件，给全场一个公正答复。回到家中，周婶看着闯下大祸的女儿，满心愤怒与失望。为了彻底抹去丑闻，保全周家名声，周婶端来汤药，强行逼迫周婷婷喝下打胎药。周婷婷拼死哀求，哭诉腹中孩子是陈志文的，陈志文承诺会娶她，一定会救她。周婶直接戳破所有幻想，告知周婷婷，早在事情败露前，陈志文就已经被家人安排远赴外地学习，早已彻底抛弃他，所谓的承诺全是虚言。周婷婷依旧执迷不悟，不肯相信。周婶彻底失去耐心，厉声警告，若是他不肯打掉孩子，次日就将他的丑事公之于众，让他彻底身败名裂，无立足之地。最终，周婷婷被强行按住喝下汤药，失去了腹中孩子。极致的绝望与怨恨
让他疯狂咒骂母亲，咒骂陈志文，咒骂所有人。沈玉兰得知周家的结局，心中毫无波澜。前世周婷婷凭借腹中孩子胡作非为，搅得沈家鸡犬不宁，家破人亡。这一世，他亲手斩断了周婷婷、潘高枝的所有退路，让其自食恶果。事后，厂区领导开会商议处置方案，有人顾及周婷婷年轻，提议从轻处理，不予开除。李厂长知晓沈玉兰姐弟受尽委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沈玉兰当众提出处置方案，依照周家母女此前当众立下的誓言，谁救下周婷婷，她便嫁给谁。如今救人者是马三炮，理应信守承诺，促成婚事。有干部提出异议，认为马三炮过往名声不佳，两人并不匹配。沈玉兰从容辩驳，马三炮见义勇为，受过组织表彰，是有功之人。反观周婷婷，品行败坏，蓄意诬陷，未婚先孕，能有人接纳已是最好结局。全场众人纷纷认可这个方案，既保全了周家仅剩的脸面，也给了马三炮一个安稳归宿。李厂长当即拍板定论，亲自出面说服马三炮成婚。马三炮得知能娶到周婷婷，满心欢喜，欣然应允。沈玉兰特意叮嘱他，成婚之后必须善待周婷婷，不可肆意欺负。马三炮连连答应，直言会好好待她，丝毫不在意她的过往。沈玉兰冷眼旁观，心中暗道：这一世就让周婷婷困在这段不堪的婚姻里，受尽搓磨，消解前世血海深仇。婚后，马三炮很快暴露暴躁本性，对周婷婷百般苛待，动辄辱骂。他直言自己花50块钱娶她，就是为了让她洗衣做饭，伺候自己，让她安分守己过日子，传宗接代，还直白告知她，陈志文早已将她抛弃，不要再痴心妄想。即便受尽折磨，周婷婷依旧不死心，始终幻想着陈志文能回心转意，带自己脱离苦海。没过多久，远赴外地的陈志文返回厂区，担任厂里的技术员。绝境中的周婷婷瞬间燃起希望，主动上门纠缠。陈志文假意温柔，安抚落魄消瘦的周婷婷，装作心疼她被虐待的模样，花言巧语哄骗她，承诺自己升职提干后就带她离开，给她名分。深陷绝境的周婷婷彻底沦陷，甘愿做他的地下情人，不求名分，只求相伴。两人自此私下频繁私会，暗中苟且，只终究包不住火。这件事很快传到马三炮耳中。马三炮得知自己被戴绿帽子，暴怒不已，当场冲到两人私会之地抓包。看着衣衫不整的两人，马三炮彻底失控，当众对陈志文大打出手。两人在厂区当众扭打，引来无数工人围观。陈志文伪善的技术骨干人设彻底崩塌，陈家颜面扫地，沦为全场笑柄。众人奋力拉扯，才将两人分开。这场闹剧过后，陈志文身受重伤，经医生诊断，下体重创，彻底失去生育能力，终身残疾，无法延续香火。陈志文的父亲又怒又痛，想要严惩马三炮，为子报仇，却被身边人极力劝阻。众人点名利害，此事本就是陈志文私通人妇，有错在先，且他早年参与诬陷沈卫东的丑闻一旦曝光，不仅无法惩治他人，还会彻底毁掉陈家声誉，连累他的职位不保。为保全家族颜面和自身仕途，陈父只能强行压下所有事端，下令全员封口，严禁议论。对外统一谎称陈志文远赴南方出差，身患重病，需要长期静养，谁敢泄密就严惩不贷。可真相终究瞒不住，厂区流言四起，所有人都知晓陈志文是偷情被抓，惨遭废身，落得终身残疾的下场。众人纷纷感慨善恶终有报，前世他与周婷婷联手害人，逼得沈家破人亡，今生终究自食恶果。沈玉兰听闻所有消息，神色漠然。她心中清楚，这仅仅只是复仇的开端，前世自己与沈家承受的所有痛苦与绝望，她会加倍奉还，让陈家永世不得安宁。致残后的陈志文彻底陷入崩溃绝望，看着父亲送来的补气汤药，彻底自暴自弃，疯狂嘶吼。他清楚自己已是废人，终身残疾，再好的汤药也无法弥补残缺的人生。陈母满心心疼，日夜劝慰，生怕他想不开寻短见。为彻底封锁丑闻，陈主任将陈志文常年囚禁在家中，严禁出门见客，断绝一切社交。昔日同事假意上门探望，送来补品慰问，言语间却满是嘲讽，暗自调侃陈家香火断绝，后继无人。日复一日的囚禁、嘲讽、自卑与怨恨，彻底摧毁了陈志文的心智。他整日活在怨恨里，疯狂叫嚣要杀掉马三炮，报复沈玉兰。陈父看着不知悔改、彻底疯魔的儿子，彻底心寒，厉声警告他再敢惹事，就当从未生过他这个儿子。最终，陈志文沦为全城笑柄，终身残疾，被困家中，受尽唾骂。沈玉兰冷眼旁观他生不如死的凄惨下场，心中毫无波澜，淡淡感慨：这般折磨，
只是他作恶应得的报应，而他的复仇才刚刚拉开序幕。